大家好，这里是看的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主题是如何安排抗阻力训练每组的次数。抗阻力训练可以改善肌肉的爆发力、肌肉力量、肌肉体积以及肌肉耐力。看过我们的频道的小伙伴一定都知道这些。重要的训练原则中有一条是专项性原则，讲的是要想得到不同的训练结果，一定要用不同的训练手段。通过这个原则，我们可以知道，虽然都是在做抗阻力训练，但是每组完成不同的次数，所训练的肌肉纤维是不一样的，获得的结果当然就不同。也就是你到底训练了你什么类型的肌肉纤维。同时，在我以前的视频中也讲过，如何确定你训练时使用的负重。负重的大小决定了你每组可以完成的次数，所以负重和训练次数成反比关系。也就是说，你的负重越大，你可以完成的次数越少，这个非常容易理解。现在我们来进入主题，我们来看这个表格。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基本上可以用这个表格体现清楚。我们会看到这个表格的上下分别标注了小于等于2到大于等于20的一串数字，这些数字指的是每组的训练次数，也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每组训练的次数在小于等于2到大于等于20时，我们可以分别对肌肉哪些能力的提高产生最好的效果。第一行 strength 也就是力量，这里指的是肌肉的绝对力量。有些人希望可以通过抗阻力训练增加自己的肌肉绝对力量，那么想要获得肌肉的绝对力量，每组训练的次数应该是1至6次。在这个训练次数的区域内，我们可以看到被标明为明黄高光的，当每组训练的次数高于6次时，随着数字的增加，可以看到力量提高的效果越来越低。有人可能会有疑问，如果我每组就做15次以上，我的力量会不会提高呢？答案是肯定的，会提高。但是你没有使用最有效的训练次数，本身你可以用1个月的训练增加的力量，你可能会用3个月才达到目标。以此类推，我们可以看到第2行显示的是 power， 也就是爆发力。爆发力指的是快速发力的能力。刚才我们讲的是肌肉的绝对力量，绝对力量是肌肉慢速发力的能力。给大家提个问题，是快速发力产生的力量大，还是慢速发力产生的力量大？请大家在留言区讨论一下。我们继续谈论爆发力。想要提高爆发力，你应该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在5次以内，也就是每组做1至5次的训练。当超过5次以上，爆发力的训练效果就会降低，次数做得越多，效果越差。现在我们来看第3行 hypertrophy， 也就是肌肥大。我个人特别不喜欢肌肥大这个词，让人听起来很不舒服，所以在我的频道里我会说是肌肉体积，这是我要讲的核心内容了。因为在我们的频道里，更多的小伙伴都是想通过健身训练使自己的体型得到改善，同时增加健康。只要做好肌肉体积训练，就可以得到这些成效。因为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一般不需要使用肌肉绝对力量或爆发力这些能力。你只要是健康的，并且是帅气的、靓丽的，这就可以增加你的生活质量，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会得到益处，应付99%以上的生活已经足够。你很少有机会去表现你的力量和爆发力。那么我们来看，想要增加肌肉的体积，你应该将每组训练的次数安排在6至12次。训练次数少于6次或多于12次，训练的效果都会降低。最后我们来看，增加 muscular endurance， 也就是增加肌肉耐力的每组训练次数应该安排在每组做12次以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是上不封顶的。例如你想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你不光要提高自己的心肺能力，你还要提高负责跑步的肌肉的耐力能力。如果通过深蹲来增加腿部肌肉耐力，那么你每组的训练应该做12次以上。做50次可以不？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每组做6至12次，那你腿部肌肉的体积型肌纤维就会增加，对你跑马拉松就没有帮助。如果你每组做5次以下，那么对马拉松的帮助就更小了。这样的安排又一次体现了专项性原则，也就是你想达到什么样的训练目标，你要使用相应的训练手段。因此我讲过的，不同训练项目的运动员，他们的体型差异很大。有人可能会有疑问，这些关于每组训练的次数的结论是从哪里来的？告诉大家，这是根据我们身体在运动时肌肉使用的何种功能系统以及神经肌肉活动的情况来决定的。
请查找训练强度以及训练动作的选择那3期视频的讲解。通过上面的讲解，我们应该明确，你一定要在制定训练计划之前有一个训练目标，也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训练效果。你要参加马拉松比赛，你就别训练肌肉体积了。那个一身大肌肉的人站在马拉松起跑线上的一刻，懂行的人就会知道你是来打酱油的。如果未来一段时间你要参加综合格斗训练，你就应该多提高肌肉爆发力的能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道理我们以前在肌肉纤维的分类那期的视频里都讲过。要补充一下，我们所讲的每组训练的次数，指的是在训练动作标准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完成的数字。如果你的动作不标准，你可能能完成更多的数字，但这对你的肌肉训练来说是无效的。因此，通过借力可以完成更多的训练次数，既没有让目标肌肉得到该有的训练，而且有可能带来运动损伤。同时，如果你本身可以做15次，但是你做了12次就停下来了，那么照样没有让肌肉得到足够的训练。因此，动作标准和尽力而为是执行每组训练次数的重要基础。每组训练的次数是专项性原则的具体体现，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但是在现实训练中，很多人会轻视这样的安排。例如，男性会偏重于使用大负重训练，本身想要增加肌肉体积，结果训练了肌肉的力量；而女性经常会使用小负重进行训练，本身也是想让肌肉更加紧实，但是每组用小重量做了很多次，结果训练了肌肉的耐力。等等情况非常常见。随意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最终将远离你的训练目标。再例如，有些人会使用这样的肌肉力竭训练安排，用一个重量做一组训练，力竭后不休息，使用轻一些的重量再继续做几个，然后再使用更轻的重量继续做这个动作。感觉这样做会让肌肉得到的训练更加充分，其实可能从训练肌肉的力量或爆发力发展为训练肌肉的体积，再发展为训练肌肉的耐力，感觉都在训练，实际上每一项训练的效果都不好。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抗阻力训练可以给肌肉带来4个不同的训练效果：增加肌肉力量，增加肌肉爆发力，增加肌肉体积，增加肌肉耐力。想达到4个不同的训练目标，需要通过安排每组不同的训练次数来完成。以增加肌肉绝对力量为目标的，应该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在6次以下；以增加肌肉爆发力为训练目标的，应该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小于等于5次；以增加肌肉体积为训练目标的，应该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在6至12次之间；以增加肌肉耐力为训练目标的，应该安排每组训练的次数在12次以上。每组训练完成的次数基于动作标准以及尽力而为的基础上。任何训练计划在制定之前都应该有明确的训练目标，在训练目标不清晰的情况下，或者没有按照目标应该完成的次数进行训练，肯定无法完成良好的训练效果。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